今天我来到了美国政治的心脏，去体验全美国唯一的一条高铁。没想到吧，原以为美的的客运铁路存在感连乐事薯片里的空气都不如，竟然还有一条从首都华盛顿延伸到波士顿的高铁线，覆盖整个东北走廊，经过9个州、12个市，包括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等大都市区。这是华盛顿联合车站。你别说，踏进车站大厅的时候，确实会被惊艳到，还能感受到美国镀金时代的风采。没错，美国也曾是蓝星基建狂魔，全国到处铺铁路建车站。直到今天，美国铁路总里程还是世界第一，虽然绝大部分都是非电气铁路，甚至是半废弃的铁路。这座车站是1907年由传奇建筑师 Daniel Burnham 设计，典型的学院派新古典主义风格。抬头看这个近30米高的金色穹顶，据说是直接复刻了古罗马的戴克里先浴场，阳光洒在挑高天花板的花纹上。虽然是100年老站，里面的设施其实不输新高铁站，而且这个审美真的没得说。如果按国内很多新建的高铁站装修，那么里面应该有各种花花绿绿的广告，高亮的巨大显示屏，你看这个味儿是不是立马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公共交通就如同蒙古国海军一样有存在感，但首都的车站还是颠覆了我的刻板印象。作为首都最大的城际列车车站，繁忙程度不输北京西，也是美国极少数美铁的日客流量超过2万人的车站。就算放在国内，怎么也能算是个特等车站。顺着指引牌往里走，就可以看到画风瞬间变成了长途客运站，只有紧凑的安检口和行色匆匆的打工人。美铁在联合车站的运营中有14个站台、23条古道和12个检票口，而在上层呢只有6个检票口，所以一眼就能看到离候车区最近的专属 Acela 的一登车口。Yes, to 172. All right, thank you. 眼前这个酷似法国 TGV 的高铁，就是无数北美车迷等的花儿都谢了的新一代 Acela， 官方名字叫 Avelia Liberty， 是由法国阿尔斯通制造的。你看眼前这个车厢间不和谐的缝隙，就跟宜家家具没组到位似的。其实这动车和车厢呢，价格也不是一家子。动车部分是 TGV 的，跟法国的双层高铁用的是同一个机车。然后车厢呢是阿尔斯通的百式列车。至于为什么搞这么别扭嘞，我们一会儿再讲。列车编组里头尾是2节动车，然后1号车厢是头等座，6号车厢是餐车，2到5和7到9的车厢就是商务座，总计11节编组。是的，跟其他美铁列车不一样，Acela 没有普通座，只有头等座和商务座。咱现在进到车厢内部，靠近车门有专门的大件行李区，然后座椅看起来蛮舒服的 ，leg space 很充足啊。这趟车看起来入座率不低呀，看着有一种京沪牛马专线 G25 的即视感。全部都穿着商务，透着一股子班味儿。毕竟人有悲欢离合，牛马点缀生活。我这到处晃悠，一看就是游客，多少也有点激励客群了。Next Gen Acela 的新车厢内饰有点轻奢，皮质座椅包裹感极佳，配备了脚蹬和折叠小桌板，每个座位都配备了盲插充电口、独立阅读灯，然后侧面的观光大窗户也比老款的大了25%。车上自带免费 WiFi， 一键连接，非常好用。Schedule 4点发车，然后4点01分还算准时发车。
刚才提到了 Acela 是百式列车和非百式列车的大拼盘，原因呢就是中美两国的基建思路根本就不同嘛。在中国，我们造高铁呢是以桥带路，依山开隧，所以直接用高架桥和直隧道把线路拉成一条直线，哪怕有弯道呢，半径也极其巨大，所以中国高铁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百式技术，直接平稳飞驰就行。中国的高铁复兴号、和谐号跑350公里也稳如老狗，但是在美国，想在波士顿到华盛顿这种人口密集的东海岸拆迁盖个大桥，光是环保审查跟沿线私有土地者打官司，就能把项目拖1个世纪，预算直接翻倍，所以呢，只能在100年老线路上修修补补。但是美铁现在手里的东北走廊都能进博物馆了，这铁路建的时候，慈禧老佛爷还垂帘听政。以这个100年老线路的电气化程度，印度人看了都直摇头，只能瘦死骆驼当活马医啊！到最后连无闸铁轨都铺不上，这样强行提速，打广告就可以直接说，坐高铁免费赠送云霄飞车票，1票2用。美铁呀也是一个头2个大，这破高铁也不伺候了。这时候阿尔斯通说：“且慢，客官可曾听过主动百式倾斜系统？你尽管上高速动车，车厢一用上我们的百式技术，那就是秦始皇躺平，又稳又赢啊！当火车高速过弯的时候，车身会自动向弯道内侧倾斜最高7度，用离心力来抵消甩力，这样不仅能让列车在老旧弯道上提高30%的过弯速度，还能保证你桌上的咖啡不会倒。在今天的 Next Gen Acela 上，采用了类似法国 TGV 的动力集中式，也就是前尾各一台大功率动力车头，中间8节无动力客舱，以及关节式转向架，也就是2节车厢共用1个转向架。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似曾相识，没错，其实早在1998年，在中国高铁建设热潮之前，甚至在第6次全国铁路大提速之前，广铁集团就已经在广九既有线上引入了瑞典的 X2000型百式列车，是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车组合，然后在2003年就已经实现了国产化。也就是在短短的不到27年间，美国高铁就实现了对中国的跨越式追赶，着实可喜可贺，赢麻了。既然聊到了这个高铁线的历史，可以这么说吧，跟 Acela 一比，柏林机场项目都算是明星无秀。其实早在2000年，美铁就从庞巴迪引进了第1代 Acela，但那一代车又重又贵，刹车片磨损极快，维修成本高得吓人，运营时速也就70迈每小时，连高铁的边儿都够不到。到了2016年，美铁痛定思痛，砸了24亿美元向阿尔斯通订购了28列新车，原计划2021年就全面上路。结果呢，我大美利坚自有国情在此，内线 COVID 疫情，外有国债危机，政府停摆，值此内忧外患之际，望众乘客好自为之。这一延期很快啊，从立项仅用了9年之短，一路跳到了2025年，才算真正的跑起来。为什么会延期这么久呢？原因特别离谱，因为这趟车理论上其实能跑到每小时220迈。原因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东北走廊的轨道。古董老路，轨道不平，电网老化，说白了就是跑得太快，路太烂，系统跟不上，硬生生的把一辆法国跑车磨成了拖拉机。阿尔斯通的车在测试的时候检测出各种轮轨震动和安全隐患，美铁需要在456英里的线路上逐一排查解决，这个工作量，古埃及的奴隶看了都直摇头啊！最终这辆车的设计最高时速被定在了165迈，号称是西半球最快的客运铁路。基本上我坐的 DC 到马尔蒂摩这一段是以123到124迈的速度行驶，也就是相当于200公里每小时。这速度，华生你怎么看？你说这车厢里是不是缺点什么？你看这配色不就和谐了吗？开个玩笑啊！本来我还想试试立硬币挑战，然后发现我想多了，人站起来直接麻了，差点给我把前天吃的饭晃出来。谁能想到啊，我竟在火车上学会了尽情摇摆。
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在高铁蹦迪。不过对于车厢里满满的班味牛马来说，相比起坐飞机不用跑老远到机场，不用值机，准点出发的高铁可能已经很满足了。这个卫生间比我想象的要干净很多，有2个 hand soap， 然后有水，有 hand dryer。OK， 不锈钢的厕所经典，然后还有婴儿换尿布的尿布台。OK， 然后门是这种滚筒式的，经典滚筒式开门，然后 push to open， 还有一个专门的 lock， 防止外面有人一 push 就打开。OK， 还是比较 spacious 的，然后也比较干净。我们现在也是到餐车了，然后这个车现在也是晃得不得了。OK， 有个小吧台 ，Grab and Go， 很多速食的这种。OK， 便当卖的还行，10几块钱。我把它的菜单和酒水放在这儿，给大家看看，觉得贵不贵？哎，餐车还有专门的小桌子，然后旁边还有这种软的把手，然后你也可以靠上去，就是即使这么颠簸，然后你也可以很顺利的，然后稳定的在这就餐。当然，如果它不颠簸就更好了。Now arriving Baltimore Penn Station. Watch your step when exit doors opening on the left. 快到站了，广播里由黑人大哥倾情报站。揭秘一下这项旅程的价钱：30分钟商务座价钱从37到80块不等，头等舱从77到122不等，全程7个多小时的 DC 到波士顿的票价，商务座价钱从281到526不等，头等舱从481到746不等。这里是巴尔的摩的 Penn Station。这座车站建于1911年，同样也是一座复古建筑，目前也在搞几亿美元的大翻新。今天我还要体验另一个通勤火车回华盛顿，叫 Mark， 票价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只要9刀乐。但是 Mark 在巴尔的摩的另外一个车站叫 Camden Station， 需要从 Penn Station 坐轻轨转乘去 Camden Station。神奇的是 Penn Station 作为巴尔的摩最大的车站竟然不通轻轨，好在有一个轻轨连接线，从 Penn Station 到最近的轻轨站 Mount Royal 站。然后找半天来回找不到，直到找这个小小的电梯在角落，你也可以下到 Light Rail 的层。这家伙给我一通找啊，终于在最角落的站台上找到这个连接线了。好歹是免费的，我感觉这玩意儿也没必要收钱，反正一会儿轻轨还要收费。现在在巴尔的摩的轻轨里，其实就是大号的公交车，前面驾驶员还专门下去把残疾人道放下去，方便大妈上车。它这个轻轨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在城市道路上走的，类似于有轨电车，晃晃悠悠定横穿巴尔的摩市区，最后把你送到精英队棒球场旁边的 Camden Station。终于到了 Camden Station， 面前这个就是城市轻轨的列车。然后后面这个就是城际通勤列车 Mark， 这个车站紧挨着巴尔的摩的内湾。登上 Mark 的车厢，内饰朴实无华且枯燥，跑完全程需要50分钟，其实直列 C 完慢了15分钟。
但是票价只要多少呢？只要9美元，无指定席。因为坐的人也不是很多，中间经停站不少，基本就是公交化运营。我也是提前下载了它这个叫 Charm Pass 的 app， 我记得是乘坐它的通勤火车90分钟内就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轻轨换乘，只要用这个 app 就可以，反正免费的要啥自行车。这个 Mark 全程大概能保持40到50迈，也就是塞了40%的速度，但是价钱呢是它的1/4到1/9，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顺便科普个冷知识，这条卡姆登线更加有历史，跑的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条商业铁路，1827年建立的 B&O 五老线路。这个时候难免想到中国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其实有了政府的补贴，普通人也能用便宜的票价高效的在城市间移动。有数据说，中国的高铁里程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2倍还要多。政府投这么巨量的钱，肯定不仅仅是让每个人爽的事儿，肯定是看到建高铁带来的社会效益举足轻重，才会疯狂的建高铁。我知道，因为中国高铁的成就，大家自然而然想到美国同样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高铁建设却如此落后。每当这时候，就有大儒要为美帝辩经了。人家美利坚自有国情在此，公路发达，机场众多，所以短途靠开车，长途靠飞机，租车很方便。建高铁劳民伤财，浪费纳税人的钱。人家注重私人产权，不能随便征地。那好，我就从美国自身需求出发，客观来说说，不跟中国和欧洲比。我可以说，美国肯定需要更多高铁，而且不是不想建，而是不能建。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圈，包含华盛顿、巴尔的摩、费城、纽约、波士顿等核心大城市，沿线5300万人口，经济总量6万亿美元，约占全国 GDP 20%。整个沿线不到700公里，也就北京到郑州。美国唯一的高铁，也就是 Acela， 就运营在这个线路上。正如大家所见，几乎没有几个空座位。旧金山到洛杉矶城市群涵盖了北加州的旧金山湾区和南加州的大洛杉矶地区2大核心都市区，总人口合计超过2100万人， GDP 超过3万亿美元，两地距离也差不多是北京到郑州的距离。然后迈阿密到奥兰多沿线人口1000万， GDP 加起来也将近8000亿美元。德州三角地带人口约有2300万人，还涵盖了达拉斯沃兹堡、休斯顿及奥斯汀、山东尼奥等主要都会区， GDP 约为2万亿美元。在德州1/4的土地上集中了超过70%的人口，其中达拉斯到休斯顿段只有386公里，也就是上海到南京的距离。然后两个都市圈呢，各自都聚集了800万人口。相信大家也很容易看出来，美国的大部分人口都是聚集在大都市区的。美国政府网站 Share America 公布的数据显示，至少85%的人口，美国固然地广，但是事实上并不人稀，反而巨稠密。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都聚集在某个大都市的周边住，经济上也是完全围绕的核心都市进行。还有比美国更适合发展高铁的国家吗？甚至从聚集效应上讲，美国应该比中国建设高铁带来的社会效益还要多得多，中间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就算去了，那不比财政补贴没铁的那仨瓜俩枣多得多。我不明白，如果纳税人的钱不浪费在这种项目上，难道应该浪费在小泽和叶湖身上？然后我们看看，除了 Acela 这条美国唯一在运营的高铁线，现实中各地实际上在建的和规划的项目。首先是传说中的加州高铁，08年立项时号称连接旧金山和洛杉矶，预算330亿美元，结果跑了近2年，被各路豪杰精耕细作，能来插一脚的复古节点有且不限于地方市政府、地方县政府、
Caltrans、Union Pacific、BNSF、BGNE、灌溉区、水务机构、私人土地所有者、环保组织、社区团体，无不对加州政府和联邦拨款进行可持续性的极度压抑，预算直接飙到了1000多亿美元。联邦急了，说得在利益冲突少的中央土地先修一段，于是到现在只在鸟不拉屎农业区和小镇之间修了几十公里，被称为通往虚无的高铁，还被我们川宝痛骂是个骗局。再看看佛罗里达的 Brightline， 这是美国唯一的私营高速铁路，虽然体验不错，盈利模式靠房地产，但是因为走的是地面平交道口，频繁和汽车撞车，安全问题闹得沸沸扬扬，而且标准低速度慢，也根本算不上高铁。然后就是我们德州的中央高铁，虽然是要技术没技术，要土地没土地，但是也没钱呐。德州政府倒是热衷于规划图纸，10几年间换了一个又一个，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没钱也办事儿。要我说，纯粹是鸭子睁眼，大可不必了。未来最有希望可能是连接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郊区的 Brightline West， 毕竟中间都是大野猪看都直呲牙的大沙漠大山谷。虽然施工难度大，但是因为辅决点少，反而能赶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通车吧，毕竟野猪也不会投反对票吧。总结就是，中国高铁是政府意志主导的民生基建，美国的是各方利益妥协的投资项目，即使是 Acela 目前也只是商务奢侈品，而其他线路基本都是想建但是建不起来。纵观美国现在这几条高铁线规划，一开始呢，各路豪杰无不雄心壮志，纱窗擦屁股准备露一手，到最后呢，无不是谁爱干谁干，毁灭吧。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有没有看美加墨世界杯？对比之下，看到美国的各种天顶星场馆，是不是大为震撼？我们都知道老美爱看比赛，所以建体育场，但是为啥世界顶级的体育场说建就建了呢？但是高铁为啥就建不成呢？我举个例子，我们达拉斯这边的 AT&T 体育场，总造价13亿刀勒，达拉斯牛仔队老板一个人就出了2/3的钱，剩下的阿灵顿市出。场馆也建在阿灵顿市规划的专门娱乐区里边，在它方圆5英里之内还有另外3个大型体育场，其中全球人寿球场和乔克托体育场也同样是万人体育场，清一色都是最近10年新建或者重建的。不只是阿灵顿一个城市，整个 DFW 都市圈里每一个城市都基本新建了大型场馆。看起来美国不仅有钱搞基建，而且搞得很好呀。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大型体育场只要一块土地，利益相关方仅限于投资人和所在的城市，只要钱到位了，直接大干快上。而一旦利益相关方变得复杂，所谓的否决点就变得一层了嘛。像高铁、高速公路这种可以说是把利益相关方数量直接顶到头了，动辄经过几十甚至几百个城市，质子来了也得宕机了。进站了，又回到了华盛顿联合车站，今天的旅途也结束了，感谢大家听我叨叨叨。不知道大家感觉美国的高铁和普通通勤火车相比怎么样呢？和中国高铁比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别忘了点赞、关注、3连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 ，Peace。